如果你打开券商软件，看到一只股票一天之内涨了将近1倍8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兴奋还是怕自己错过？这只股票叫 Moderna， 代号 mRNA。2026年8月19号，它盘中最高涨了约加177%，收盘也涨约177%，一天市值多出水约445亿美元。但同一时间，它上一季还在亏7亿8千万美元。这种一天暴富一季还在烧钱的对比，就是今天这支影片要帮你搞清楚的事儿。这期看完你会重新理解，一只生技股的重大突破到底是真自由，还是只是空头被逼到墙角的回光？我的研究后的理解是， Moderna 的肿瘤 mRNA 疫苗3期成功是真的里程碑，但8月19号那天被推上去的价格是被空头逼仓家情绪炒出来的，可能先透支了未来。今天的研究核心可以一句话概括，这家公司底层叙事从新冠退潮，营收崩翻转成全球个人化肿瘤免疫龙头，这是真实的。但现在120到140美元的股价，反映的是市场对肺癌等后续适应症过度乐观的溢价。我认为目前合理估值大约在105美元左右，所以操作上我不考虑在暴涨后的高位去追。我认为的安全边际在股价回落到85到95美元那个区间。下面我用财报、产品筹码还有反方观点把我的分析拆给你听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，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，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。商业模式与护城河，先讲它靠什么赚钱。Moderna 正在从单一新冠疫情驱动，转型成多轨道商业化生技巨头，营收有3大支柱。第一根支柱，预防性疫苗加政府战略合约，这包含新冠疫苗 Spikevax、RSV 疫苗 mRESVR， 还有刚拿到 FDA 批准的季节流感疫苗 Miflusiva。 这块靠直接销售加各国政府长期采购，像英国的战略伙伴协议，欧盟最高2400万剂的联合采购，是它基础的现金流。第二根支柱也是最关键的，肿瘤个人化新抗原疗法叫 INT，核心产品就是这一次爆红的 Intismeran Autogen， 代号 V940 或 mRNA4157， 跟默沙东用55分的方式全球联合开发，利润平分。这招很聪明，他把后期大规模3期临床的资金压力分掉一半，还直接共用默沙东 Keytruda， 全球几万个肿瘤中心的销售网。第三根支柱，特许权使用费，合作延产跟备用产能收入，靠平台授权跟产能预留拿到稳定高毛利现金。那护城河呢？第一是脂质纳米颗粒 LNP 递送系统的专利，解决 mRNA 容易降解穿不进细胞膜的物理难题。第二是序列优化跟非天然核苷酸修饰，用1甲基伪尿苷加密码子优化，提升转移效率，还躲过固有免疫清除。第三也是最难抄的，是 AI 驱动的新抗原测序加 Nova 的自动化制造引擎，能在几周内为单一患者做出专属的内剂 mRNA。 对比其他技术路径， DNA 疫苗要电穿孔，还有基因组整合风险，环状 RNA 递送还在早期，病毒载体会诱发预存抗体，无法重复给药。 CAR-T 在实体肿瘤又贵又慢，摩登纳用原位训练自己 T 细胞这条路，在速度、成本、多靶点组合上确实筑起了实质壁垒。最新财报拆解，接着看钱。2026年第二季财报7月31号发的，3个关键词：营收微回、成本大降、亏损收窄。总营收 1.45 亿美元，年增加 2.1%， 比市场预期的 1.32 到 1.40 亿美元高，算是 beat。 但拆开看，产品销售净额有 0.94 亿，年减约 17.5% 到 18%， 因为美国跟南美新冠需求下滑。
真正撑住营收的是其他收入 0.51亿，年增约 82%， 来自合作授权、英国政府合作跟预留产能等。所以这一季的营收回升含金量要打个折，成本端是这季最大亮点。销货成本从 1.19 亿降到 0.93 亿，年减 21.8% 到 22%， 研发费用 6.51 亿年减 7%， SG&A 2.16 亿年减 6.1%， GAAP 净亏损 7.82 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亏 8.25 亿，收窄了约 5%。稀释每股亏损 1.97 美元，比市场预期的 2.03 到 2.07 好， beat 了 0.06 到 0.10 美元。这里我要插一个提醒，很重要的，谈利润一定要剔除一次性。公司全年销货成本指引里含了一笔约9亿美元的一次性非经常性诉讼和解费用。另外，7月公司正式付了 9.5 亿美元专利诉讼和解金，这笔钱没算进 Q2 末69亿的现金账面，但已经纳进年末现金指引。也就是说，看营业性口径亏损是真的在收窄，但一次性法律费用会在某个季度狠狠咬一口。现金状况，期末现金加投资69亿美元，上半年营运现金流流出 11.56 亿，管理层把全年营运费用总计下修 2.0 亿到47亿，年末现金指引上修到47到52亿。目前美股息、美拆股也暂停回购，钱全部压在肿瘤跟后期管线。指引部分公司重申2026全年营收最高加 10%， 而且高度季节性，下半年远强于上半年， Q3 预计占下半年的 55%， 这一点对你判断买点有关。下半年数据会陆续出来，股价波动不会小，重新评估与我谨慎的原因。好，进入重点，下面把为什么它值得重新评估，但又不能现在追讲清楚。一，产品里程碑是真的，而且验证了整条商业闭环。8月19号公布的 Interpath 001是针对完全切除的高风险2到4期黑色素瘤，收了1137位患者的3期试验，结果 Intasmeron 加 Keytruda 到了复发无生存期 RFS 的主要终点，也显著改善了远端无转移生存期 DMFS。 意义在哪儿？这是全球第一个拿到3期阳性结果的 mRNA 肿瘤疫苗，把 mRNA 技术从传染病预防真正推进到癌症治疗。它还顺便验证了肿瘤定序 AI 筛34个新抗原，客制化合成 Novo 的快速生产，临床获益，这整条链跑得通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阳性结果直接给正在跑的非小细胞肺癌、肾细胞癌、膀胱癌3期试验打了强心针，后面管线风险大幅下降。对标一下过去， Spikevax 当年是拿到基因序列后42天就做出首批临床级疫苗，创了纪录。虽然疫情退了营收掉，但它给莫德纳留下几百亿现金，合规路径跟弹性产能。现在 Interpath 001是第2个标杆，而且层级更高，是平台验证等级的。2，筹码面被动基金稳内部人净买入，但空头被家暴看股东结构。前几大是 Bailey Gifford 持股 4.59%， State Street 3.94%， Vanguard 3.91%， 还有孵化 Moderna 的 Flagship Pioneering 约3到 4%。 被动指数基金小幅加仓，长期成长基金持股稳定。内部人这半年 SEC 揭露30次买入或期权履约8次卖出，净买入将近21万8千股。总裁 Hogue 透过预设的 10B51 计划卖了些，单次270万到360万美元，但那是例行薪酬变现净持股反而增加，没有清仓式抛售讯号。但8月19号那根线核心驱动是空头逼仓，数据公布前空头部位占流通股高达 8% 到 10%， 数据一出股价跳空暴涨。
空头被追缴保证金，被迫买回，加上做市商对看涨期权的对冲买盘，合力把股价在几小时内顶了近2倍，成交量报道超过1亿股，平时才500万到1000万。所以那天的涨有一大块是机制造成的，不是纯基本面的重新定价。3. 多空叙事的根本分歧。多方说黑色素瘤辅助治疗就能带来30到50亿美元峰值销售，扩到肺癌、膀胱癌、肾癌，总潜在市场几百亿，跟默沙东绑死，商业化确定性高。空方反击2点，新闻稿只说统计与临床显著，没给风险比 HR 跟生存曲线，而且商业化最快2027年，这之前每年还要烧20到30亿现金持续消耗。个人化疫苗每人定序合成，成本又高，毛利率可能不如传统疫苗。我把这部分串起来就是里程碑真，筹码有支撑，但价格被机制跟情绪推过头。接下来我给你一些挑战我观点的想法。挑战观点先别急着跟我站同一边。最强的挑战逻辑是，你说105美元合理，但现在市场愿意给120到140，凭什么你对市场错？原因一 ，H2 还没公布。如果 ESMO 或 ESCO 大会上公布的风险比高于 0.70， 代表着要降低复发风险的程度不如预期，医生换掉 Keytruda 单药的意愿会掉，现有估值溢价会快速回落。这是理论上的可能，因为达到终点跟效果好，到改变标准疗法是2回事。原因二，时间。就算一切顺利，肿瘤产品上市最快2027，这中间每年20到30亿营运亏损持续吞现金。如果审查拖到2028以后，现金储备消耗可能逼出2次股权融资，稀释现有股东，还有个人化供应链瓶颈。患者手术后6到8周黄金期内要完成定序跟交付，产能卡住就直接限制上量速度。那什么会让我改观点？2个信号。第一， HIR 落到 0.60 附近甚至更低，且 FDA 给出明确加速批准时程，那120以上就可能是一个该接受的常态，我会上修估值。第二，公司证明个人化疫苗能规模化量产，毛利率不输传统产品，只要这2条任意成立，我会调整，别追高等回撤的框架。我的想法和总结，如果前面的分析 work， 我自己的框架是分批布局，逢低蓄积，不是现在冲进去。我的估值逻辑是这样的，用的是分布加总 SLTP 加几率调整折现，预防性疫苗作为基本，年化稳态营收25亿，利润率 25%， 估值约100亿，折合每股25美元，肿瘤管线黑色素瘤成功几率从 50% 上调到 90%， 峰值销售35亿， Moderna 分 50% 权益，肺癌等实体肿瘤成功几率设 40%， 峰值60亿，分30亿，肿瘤管线折现约280亿，折合每股70美元，再加年末净现金约40亿，每股10美元，3块加起来每股合理价值约105美元。关键在这里，现在120到140的股价已经把肺癌等其他适应症 70% 以上成功的乐观预期都算进去了，而跌到85到100那个区间才具备高安全边际跟长期配置价值。技术面也呼应， RSI 冲过80极端超买，第一支撑在 85.60， 核心强支撑60到65，所以我的框架涨过120不追，盯技术性回撤，若回到85到95区间，对应 SOTP 基本盘跟13周高点突破的强支撑，可能分批建立多头部位。真要更保守，60到65是暴涨前密集筹码区，那是更硬的底。强调一下，这是我的研究框架，不是投资建议。顺便破解2个市场留言。默沙东溢价收购 Moderna 可靠性低，因为现在市值已经500亿以上，双方又有55分协议，默沙东没必要扛巨大溢价买整间。
FDA 年底前给加速批准。可靠性中等总裁后个说会基于阳性期中数据去沟通，但这不是既定的事。总结一下， Moderna 的肿瘤 mRNA 疫苗3期成功，是货真价实的历史里程碑。公司从新冠退潮股翻转成个人化肿瘤免疫龙头。但8月19号那根近2倍的线是被空头逼仓加情绪推出来的。我认为的合理估值约105，现在价格先透支了未来。如果你这支影片看到这里还没订阅，现在订下去。Edward 尽量在这个频道把一，当美股拆到你能拿来用的程度。订阅你拿到的是帮你建立分析框架的能力，不是名牌。按个赞，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看到 mRNA 暴涨，没有分析就要买入，把这支影片转给他，希望对他有用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 H2 公布的时候，市场会先反映全球首个 mRNA 癌症疫苗的宏大叙事，还是先计较那个数字够不够好？底下告诉我，我们评论区见。再次提醒，以上是我的研究框架，不是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